开曼公司刨除成本以后的利润，以分红的形式转入了自己在富港银行的个人账户。随即，他用富港银行的个人银联卡实现了在中国境内的购车。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顺手牵羊资产配置、移民旅居、国际教育，我是独立离岸顾问Sean，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今年1月份的时候，有给大家测评过来自美属波多黎各的富港银行 CBI Bank。我按5星满分打分，分别给其安全性、实用性和经济性打出了3、4.5和2.5星的评级。但是，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形势进一步向右转，越来越多的传统银行退出了离岸开户市场，而富港银行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逆势快速抢滩，瓜分了大量传统银行退出所产生的市场份额。因此，我们收集了富港银行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超过100家不同类型的公司开户和实际运用案例的积累后，认真总结出了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全面分析富港银行 CBI 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又能突出解决哪些其他银行所不能解决的市场痛点。今天这个视频带你一探究竟 ，Let's get into it。说到富港银行的适用性，别的银行通常会告诉他们能开什么什么国家或者地区的公户或者个户，而富港银行直接告诉你什么地方不能开。朝鲜、缅甸、伊朗、叙利亚、俄罗斯、白罗斯、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古巴、利比亚、布隆迪、中非共和国、津巴布韦、索马里和苏丹，只有这14员彪悍派。除此之外，几乎全世界所有地区的注册公司富港都能开。为什么富港 CBI 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呢？这跟这家银行的总部所在地美属波多黎各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我不说它是美国，也不说它是自成一体的波多黎各，而是美属波多黎各？首先，富港银行的总部注册地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外领地。注意，波多黎各并不属于美国本土，而是一块海外自治联，本质上就类似于97年以前的英属香港和英国的关系。相信这样的一个类比，大家就非常好懂了。这样给该地区的银行所带来的直接优势就是，它既不属于 CRS， 没有金融信息交换的义务，同时也不隶属于美国本土，没有美国大陆银监会要求那么多繁文缛节。这就造就了美属波多黎各的富港银行 CBI 开户适用性强大到只有什么地方不能开。而在开户公司的行业限制方面，除了黄赌毒、数字加密货币、钻石开采加工等行业不涉及，其他各行各业富港银行也都是支持的。富港银行 CBI 的各位领导，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这个视频的话，我真心建议你们可以考虑改名为万象银行，引自皇帝宅经，去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之意。强大到没朋友的第二点是富港银行 CBI 的中资背景。美国的银行还能发银联卡？没错，富港银行 CBI 现在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家美属波多黎各银行还能发 UnionPay 银联卡的。来自或者去过中国大陆或者港澳的朋友应该有经验，银联在手，消费自由。富港银行 CBI 的这张银联卡更是全球银联消费零手续费，实时汇率单日可刷100万美元。在我看来 ，CBI 作为结汇神器，堪称一绝。当时间流转到2023年的金秋10月，我们全球人团队也特地从今年超过100个真实公户和个户的申请使用案例，总结出了富港银行 CBI 独树一帜的特点。为了让这集视频对大家的开户决定有更多的参考作用，我们全球人团队特地有联系富港银行 CBI 的环球总部，收集到了他们到目前为止海外公司注册数量汇总的数据。目前在富港银行开户最多的公司注册地就是香港，目前占到了整个富港银行公司开户的40%以上。在我们全球人团队经手的案例中，香港公司更是一骑绝尘的超过了50%的开户占比。通常情况下，我们对于注册香港公司的老板们，至少会建议他们持有2个账户，一个在岸，一个离岸。在岸本港账户通常推荐汇丰、渣打、大新等传统银行，
但是它们是有一定门槛和申请难度的。而在全球各大银行都在拉高门槛的同时，富港银行 CBI 就显得越来越突出了。多币种账户加银联卡实用性极强，加开户门槛亲民，无疑是香港离岸开户的首选。这里我们一位客户 A 先生今年成立了香港公司，主营业务是承揽海外工程项目等等，项目所在地主要是中东、北非等地区，主要的供应商是来自中国国内，每个月通常有1到2笔的交易，金额超过10万美元。企业主本人长期待在海外且没有中国国内关联公司的情况下，香港本港传统银行立即开户确实是比较困难的。这样，富港银行就很自然地成为了客户 A 先生的最佳选择。后续等企业经营发展，也可以凭借富港银行的证明再开设香港传统银行，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可执行方案。其次 ，BVI 和开曼注册公司也是非常热门的离岸注册地。据富港银行官方统计，加勒比群岛约占其总开户数额的20%，这和我们团队接手的真实案例也是基本保持一致的。由于这些加勒比岛国有竞争力的本地银行不多，而世界各金融中心的传统银行都对 BVI 开曼等地的离岸账户采取极其严格的开户要求，导致在这些注册地公司开户比香港、新加坡等地开户只会更难。我们全球人团队这边有一位客户 B 先生，主营业务是房屋租赁，租赁市场在中亚几个斯坦国，每月也至少有1到2笔的交易，金额大概是5到10万美元。而企业主之一是中亚某国的护照，在有订单达成急需打款的情况下，富港银行 CBI 在3到5个工作日内就完成了 BVI 公司的开户，就很自然的成为了 B 先生的最佳银行开户选择。再次，企业主 C 先生是中国护照，持葡萄牙黄金签证，在阿联酋迪拜注册的公司，平时常年居住在欧洲。而阿联酋的本地银行要求在开户阶段和签署文件阶段均需要临柜出席，这意味着 C 先生可能要飞好几趟阿联酋。对于常年生活在欧洲的老板来说，时间和费用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最后 ，C 先生果断选择了100%远程视频见证开户的富港银行。最后，个人用户使用方面，富港银行 CBI 最特别的一点是可以合法合规的将企业境外账户的美元结汇成境内人民币个人使用。D 女士以法人身份在开曼群岛成立了公司，并且进行贸易往来，以开曼公司的名义开设了富港银行的企业账户，同时以企业董事的身份免费开设了富港银行的个人账户。今年夏天D 女士企业账户收取了贸易货款30余万美元，同时 D 女士在境内正好有购车的需求，她就直接将开曼公司刨除成本以后的利润以分红的形式转入了自己在富港银行的个人账户，随即她用富港银行的个人银联卡实现了在中国境内的购车。在2023年各国经济政治形势都逐步向右转的大背景下，富港银行 CBI 逆势崛起，成为了本年度绝无仅有、一枝独秀的离岸公司开户黑马。OK， 以上是对富港银行 CBI 不同应用场景的全面分析，以及针对不同海外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的简要案例总结。富港银行 CBI 这匹2023年离岸开户界的黑马，到底好不好用呢？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在视频下方畅所欲言。有疑问也欢迎点开视频下方文字信息栏，选择合适的联系方式咨询我们。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加入本频道会员社群“全球人精英圈”，进行学习交流，或者安排私人定制探讨，开启您的全球资产配置之路。顺手牵羊，一个关于无国界资产管理和生活方式设计规划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说不定本频道的更多视频也会很对你胃口，所以请一定要帮我们按个喜欢以及订阅我们频道，也别忘了留言哦。顺手牵羊，每周更新，我是笑，我们下期见，拜拜。